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宏恩老师。今天这堂课我要来带大家进行定量策略大师 SQX 第一次的安装还有环境设定。我相信长期追踪我频道的同学应该都已经知道，我本身用这套软体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但是随着这个软体中间不断的改版，其实它有多加了非常多的新功能。过去我在 SQ 3.8的时代就不断的去录制教学影片，然后在过程当中，它从3.8进化到 X 版本 ，X 的版本中间又更新过非常多次，一直到现在，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去使用的是 SQX 144的版本。这个144的版本，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改版，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会特别去录这个影片的关系。因为很多同学在安装跟使用上，可能第一步就已经做错了，那你后面在试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的影片，老师就会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去安装 SQX， 以及如何去做正确的环境设定。现在我们来看到画面上，这个是 SQX 公司的官网，它的官方网站是 strategyquant.com。那这边其实 SQ 公司它有开发出非常多的一个软体包含像是你可以看到的 strategyquant、Argo Cloud、Quantum Analyzer， 还有 Quantum Data Manager。那后面的这个 Quantum Data Manager 还有 Quantum Analyzer， 如果说你今天已经是 SQX strategyquant 的一个专业用户，或者是它的一个 Ultimate 版的用户，其实你不太需要再去使用这两套软体你只需要专注在如何把 strategyquant 来去发挥好就好。第二个 Argo Cloud 呢，这个是他们公司专门开发给如果你要做云端量化交易美国的股票的用户，你可以去使用。因为他们在 Argo Cloud 里面结合了和银透证券的一个 API 连结，所以你可以直接在 Argo Cloud 里面透过 API 来去连接到它有配合的券商。但是目前请注意，银透证券它只开放给美国的用户来去进行连结，所以在 Argo Cloud 上面，如果你不是美国身份的用户，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用这个功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 strategyquant 的这个软体。进入到 strategyquant 的首页，你可以看到它最上面有个 download， 你点选 download 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底下有一些版本，包含像 Windows、Mac 还有 Linux 的系统。你可以根据你本身电脑的作业系统去选择相对应的安装程式跟安装档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使用 Windows 的电脑，所以我会以 Windows 的方式来去说明。至于 Mac 跟 Linux， 那同学可以自己去尝试使用看看。我们来看到画面上，底下这边会有一个叫做 strategyquant X for Windows Installer， 这里是代表它的安装档，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Download as Zip。SQX 这套软体，它本身设计上的特性，它就是一个可惜版本的特性。可惜版本就是除了你用安装的方式可以去使用这套软体之外，你本身也可以用解压缩的方式，单纯只要在资料夹里面去点选执行档，你就可以使用所以它是很方便的。那对于第一次的使用者来讲，老师会建议你就去用 Installer 来去做安装。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包含了2种很重要的工具，第一个叫做纯净安装，第二个叫做把旧版的资料转移到新版本。好，所以今天的影片当中，我们这2个部分都会去讲，会告诉各位怎么操作。如果你是第一次的用户，你就把纯净安装的部分听清楚。如果你是从旧版要转移到新版的你也可以透过它144版本的这个工具来去使用。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点选下载。下载好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执行档上面点开它的安装程式。在这个安装程式页面，你可以看到左半边的这边有个叫做 Install， 这个 Install 就是纯净安装。第一次安装的用户，你就选择这一个。如果你是从旧版要把资料转移到新版本，也就是说你已经有新版本，你可以用它右边这个 Migration Tool。这个 Migration Tool 它就会帮你把旧资料转移到新资料。那老师先来示范一下纯净安装的版本，安装完之后，我们再来示范如何把旧版本的资料转移到新资料。好，这里有个 New Installer， 我们可以把它点选下去。
点选下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预安装路径，就是西槽底下的 Strategy 框144。这里老师要特别强调一点，你在安装的时候，请你用这个预设的路径下去安装就好，千万不要把它安装在西槽的 Program File 底下，因为如果你把它安装在西槽的 Program File 底下，你就会发现 SQ 在运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权限上的问题，可能导致资料夹抓不到。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把它转移到低槽，请你也直接给它低槽 Strategy 框144这样子的资料夹去安装就好。选择好你的安装的路径，然后勾选底下的我同意。勾选完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Installer 来去进行安装。那它现在在安装的时候，它会同时去下载资料去进行安装，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等待它。在下载的过程当中，老师来跟同学分享一下，你本身在安装 SQX 这个软体的时候，你的预留空间，我的建议是保留50到100GB 的空间来去让这套软体安装。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个软体本身安装好之后，你在使用上，你可能会去下载一些历史资料，这个历史资料它会占用比较大的空间。同时，它在做历史回测的时候，它会去重建这些历史资料，在重建的时候，它也会需要一些空间。如果你本身的硬碟容量不够大的话，你有可能会出现硬碟很快就被塞爆的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是会建议你要预留大概50GB 到100GB 的空间，来去让这套软体运作，这样子会比较好。如果说你今天下载的历史资料量越大，然后你的历史资料量的精细度又是 TIC 等级的话，相对来说你需要的硬碟空间就有可能会要更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提示告诉你说，它已经安装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就会有2个问题。第一个，请问你是否要从旧版本来去复制资料到新版本，或者你直接结束安装？底下的这个勾选是代表它告诉你，你要不要在安装完毕、关闭这个视窗的时候就马上打开 SQ。我们后面会接着去展示如何把旧版本的资料导入到新版本，所以老师在这边先做第一次的纯净安装，也就是我们先不急转资料，然后我们把 SQ 打开，我们把这个勾选起来，直接按下 Finish Setup。好，当你在第一次开启 SQX 的时候，它会询问你是否要使用私人网络或者是公用网络，这边维持它的选项，然后按允许存取就可以了。然后第一次的登录呢，它这边会叫你输入你本身的序号，这里不管你是用试用的序号还是正式的序号，输入完序号呢，它就会开始进行登录的动作。我们把视窗调整一下。SQX 在首次开启的时候，它会读取的比较慢，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使用过你的历史资料，或者是你本身内部的策略数量很多，它在读取上也会比较慢。第一个视窗跳出来，它要询问的是你要浅色的风格还是深色的风格。那如果你不希望太伤眼的话，我会建议选择深色风格。那选好之后，底下会有一个语言，这里的语言当然有包含中文，也有简体跟繁体，但是老师还是建议，如果你看得懂英文，你尽量用英文，因为它的中文翻译受到软体本身的限制，有一些共用字它是不能翻译的，还有一些选项它的翻译有可能会让你误导所以我会建议，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选择英文会比较好。再来，底下有个开关，这边是快速的介绍，那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关掉，我们就不让它介绍，因为它会有一些影片。那如果你不想看，你也可以把它关掉。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按下 Save 存档。存档完之后，它就会进入到我们设定的黑画面的风格。好，这里其实你就已经进入到 SQX 的界面。那后面的环境设定，我们会从右上角的齿轮来去教大家怎么设定。但是我们到这边先暂停一下，我们先来把 SQX 这个软体先关闭。然后我们来做转移资料的动作。好，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安装完之后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捷径，然后你就可以去开启 SQX。可
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旧版本的资料转移到新版本，所以我们当然不是直接开启它，我们就必须要再回到刚才我们所下载的资料夹，然后再去点选这个 SQ Installer。好，现在打开我们的 SQX Installer，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Migration Tool。如果今天你不是第一次的使用者，你可能有之前旧版本，你会想要把之前的历史资料、之前的专案、之前的策略，还有之前的设定转移到新版本上面，你就可以继续使用。那你就要去选择这个 Migration Tool。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教大家如何转移资料。按下 Start Migration 的按钮，进去之后，它会告诉你 New Installation 新的 SQ 你安装的位置，请从右边的选项点选之后，去选择新 SQ 安装的这个资料夹。选好资料夹之后，第二个叫做 Existing Installation， 这个是你的来源的资料夹，也就是旧的 SQ 的资料夹。我们可以从右边的3个点点下去，然后一样找到老师的旧版本142。我们现在要把142的资料搬到新版本的144。好，那我们就可以按选择资料夹。当你把资料夹都选择好之后，底下这边它会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就是 Data 的部分就是 All Download Data， 所有下载的历史资料全部移转。Projects All Projects 包含策略、模板还有设定档，它全部都会把它做一个移转。再来叫做 Custom Sniper， 这里的 Custom Sniper 就是包含你的自定义指标，还有自定义的外挂，或者是自定义的一些设定，它也帮你转移过来。好，那这3个东西就是主要在备份的东西。假设你希望进阶的再去多备份其他资料，你可以把底下的这个 Advanced Option 把它打开。啊，这里的 Advanced Option 包含像你如果有去改过它的 Java 档案，如果你同时希望去复制它的应用程式的一个设定的话，你就把这2个勾选起来。但是基本上勾选这3个其实就已经够用了。那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按下这个 Start Cloning， 然后它就会开始把资料复制过来。它在复制的速度很快，有看到它是 Migration Complete， 都已经复制好了，你就可以把勾选起来，按下 Finish， 那它就会帮你打开新版本的 SQ。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帮你把新的资料复制过来。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它把旧资料已经搬过来？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老师在关闭的时候用的是黑色的风格，可是现在打开却变成白色的风格。那是因为我本身在142的版本，我用的是白色的风格。如果同学想要去做进一步的确认，你可以去把 Data Manager 打开，看一下历史资料，它有没有帮你把旧的搬过来。你也可以到 Custom Project 去看看你的这些专案存不存在，或者是到 Build、Retest 底下这边我们把它打开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策略有没有帮你搬过来。这个是对于其实你已经使用过 SQ 的用户来讲啊，你可以去做的一个动作。然后它也是一个144版本才有的工具，它不用让你再进到安装资料夹里面去复制当初你想要复制的资料夹。